我爷爷死之前，往我手里塞了一本破笔记本。咱们家3代人的命都在这里头了。我一直以为他老糊涂了，直到那个身家5亿的开发商往我家果园里倒了一车工业污泥，我才翻开那本笔记，里面只写了一句话：此方传自滇南老养蜂人，可培育特异蜂种，遇危难时可护家园。我用那群蜜蜂把翡翠湾度假山庄变成了全国最大的烂尾，而那个姓钱的老板跪在我面前求我放过他的时候，我才终于明白，我爷爷当年传下来的根本不是养蜂的技术，是一场被压了半个世纪的审判。我家的果园是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整整20亩荔枝林，每到夏天，红彤彤的荔枝挂满枝头，像一盏盏小灯笼。那是我和阿妈的全部生机，也是我童年最温暖的记忆。那天下午，我在果园里修剪枝叶，突然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不是农药，也不是化肥，是一种像腐烂动物尸体混合着化学药剂的恶臭。我顺着气味找过去，发现果园东边靠近公路的地方被倾倒了一大片黑褐色的污泥，污泥里混杂着塑料袋、烂菜叶，还有一些认不出的工业废料。成群的苍蝇嗡嗡作响，覆盖了我家最好的那10几棵荔枝树根部。愣住了，整个人像被浇了一盆冰水，从头顶凉到脚底板。这片果园是爷爷用命换来的。当年打日本鬼子的时候，爷爷腿上落了残疾，退伍后用抚恤金买下这片荒坡，一锄头一锄头开垦出来。阿妈常跟我说，咱们家3代人的根就扎在这片果园里。我顺着污泥的车辙印找去，车轮印一路延伸到2公里外，一个正在施工的豪华度假村工地，那是省城来的大开发商建的，叫翡翠湾温泉度假山庄，老板姓钱，听说在省里很有背景。工地的负责人是个剃着板寸头的中年男人。我压着火气问他，你们工地的废料为什么倒在我家果园里？你哪只眼睛看见是我们倒的啦？这车轮印一路从你们工地过来的。别血口喷人，那点泥巴施肥不是挺好吗？真想冲上去揍他，但我知道不能，这人渣等的就是我先动手，到时候他反咬一口，说我寻衅滋事，我反而要吃不了兜着走。我转身离开工地，背后传来赵经理的嘲笑声。这就对了嘛，识相点儿，好好种你的果树，把你这片破园子也收了，仨瓜俩枣。我的手在发抖，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回到家，我没跟阿妈说实话。儿子，你这是怎么了？妈，没事儿，都是小问题。我怕他受不了这刺激，他心脏不好，这些年一直靠吃药维持。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凌晨4点就爬起来，去了镇上派出所报案。我要反映情况。接待我的民警倒是挺负责，跟着我到果园拍了照取了样，也去了那个工地。可是赵经理态度180度，满脸堆笑，递烟倒茶。警察查了几遍，最后跟我说，证据不足，车轮印不是唯一指向，周围还有好几个工地，没法确定就是他们干的。谢谢。我早就料到了这个结果，赵经理这种人能在省城混得风生水起，摆平这点小事太容易了。我不再去找任何人，开始默默清理果园，把那些被污染的污泥一锹一锹铲走，手指被污泥里的碎玻璃划破，我也没停下，鲜血混着污泥一起被装进麻袋。我一共清理出30多袋废料，堆在果园角落，用塑料布盖着。最让我心疼的是那10几棵老荔枝树，它们的叶子开始发黄卷曲，有些树枝直接枯死了。这些都是爷爷当年亲手栽的，树龄比我爹年纪都大，每年能结上1000斤荔枝，是我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现在它们一颗接一颗的死去，像是一个个被毒死的老人。我跪在树根下，用手扒开泥土，污泥里的化学物质已经渗进土壤，根系发黑腐烂，彻底没救了。阿妈终于还是知道了，她颤颤巍巍地走到果园，看着那排枯死的荔枝树，老泪纵横。这可是你爷爷的命根子。她一遍遍摸着干裂的树皮，像是在抚摸失去亲人的脸。我扶着她回到家，给她倒了杯热水，她却一直坐在门槛上发呆，整整1个下午没说一句话。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决定，我打开爷爷留下的那个老樟木箱子，箱子里有他的退伍政军公章，还有一本用棉线装订的发黄笔记本。笔记本的封面上是爷爷歪歪扭扭的钢笔字，养蜂笔记。爷爷退伍后，除了种荔枝，还是个养蜂人。我小时候跟着他学过几年，知道蜜蜂怎么养，但后来荔枝价格好，就专心种果树。我一页一页翻着笔记，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各种养蜂技巧，什么时候分蜂，怎么防病虫害，什么花期的蜜最好。翻到后面，有一页纸被爷爷折了角，上面用红笔画了个圈，圈里写着几个字：蜂王信息素秘方。下面是一串我看不太懂的配方，有各种花粉的比例，还有一些我从没听说过的草药名字。爷爷在旁边加了一行小字：此方传自滇南老养蜂人，可培育特异蜂种，遇危难时可护家园，非到万不得已，不得善用。切记，此法只为自保，不可伤及无辜，否则必受其咎。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爷爷当年经历过什么？为什么会记下这个方子？他说的护家园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决定试一试。第2天一早，我按照笔记上的配方，去镇上中药店买齐了草药，又到山里采集了特定的野花花。爷爷的笔记上说，这些材料要混合在一起，用蜂蜜调和，放在密闭的罐子里发酵7天7夜。我把罐子藏在果园深处的地窖里，那里温度恒定，是爷爷当年储存荔枝的地方。7天里，我每天去看一次。第4天的时候，罐子里开始散发出一股奇特的香味，不是花香，也不是蜜香，是一种很特殊的气息，像雨后的泥土混合着某种野果的味道。7天之后，我打开罐子，里面的混合物变成了一种淡金色的膏状体，质地像凡士林。我按照爷爷笔记里的说明，把它装进一个小小的木盒，然后带上家里仅剩的那2箱蜜蜂进了山。爷爷笔记里提到，在深山的崖壁上，有一种野生岩蜂，比普通蜜蜂强壮得多，采蜜范围广，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极强，但性格暴躁，极难驯化。
不过笔记里也写了，只要用特制的蜂王信息素，就能吸引野岩蜂的蜂后，让它带着整个蜂群投奔你的蜂箱。我在山里转了3天，终于在一处断崖下找到了岩蜂的巢穴。那些蜜蜂比普通蜜蜂大了将近1倍，通体漆黑，只有尾部有一圈金环。我按照爷爷的法子，把信息素涂在蜂箱入口处，然后推到远处等着。大约过了2个小时，一群岩蜂开始围着蜂箱盘旋，越聚越多，黑压压像一片移动的乌云。突然，蜂群向两边分开，一只体型更大的蜂后出现了。它落在蜂箱上，用触角探测着信息素，然后慢慢爬了进去。紧接着，整个蜂群像被抽水机吸进去一样，呼啦啦全进了蜂箱。蜂群安顿好了，我跪下来，心里沉甸甸的。爷爷当年也是这样跪的吗？回到家，我把2箱岩蜂安置在果园最深处，然后开始按爷爷笔记里的方法训练它们。岩蜂确实比普通蜜蜂难伺候得多。第1天我就被蛰了7次，胳膊肿得像馒头，但我没放弃，每天忍着痛继续跟它们接触。慢慢的，我发现只要身上涂了那特制的信息素，岩蜂就不会攻击我，它们把我当成了自己人。1个月后，我开始实施下一步计划。这个计划只有我自己知道，连阿妈都没告诉。白天照常修剪枝叶，施肥浇水，晚上就钻进果园深处，开始做一件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事。我在调配一种特殊的花粉。爷爷笔记里提到，蜜蜂对某些化学物质的敏感度是人类的几千倍，它们能嗅出空气中浓度极低特定分子。如果长期给蜜蜂喂食含有某种标记物的花粉，它们就会对这种标记物产生终生记忆，以后不管飞多远，只要嗅到这种标记物，就会趋之若鹜。我按照笔记里记录的配方，找到了一种标记物，工业废料里常见的重金属化合物硫酸锌。这种东西在翡翠湾工地用的非常频繁，它们的电镀管道、防锈螺栓上全是这玩意。我把微量的硫酸锌粉末混在花粉里，比例控制在1:1000000，这个浓度对人完全无害，但对岩蜂来说已经是强烈信号。我每天给岩蜂喂食这种特制花粉，同时逐步减少蜂箱附近的蜜源，迫使它们往外飞，去寻找带有硫酸锌标记的地方采蜜。这个过程很慢，需要极大的耐心，但我有的是耐心。3个月后，赵经理的翡翠湾度假山庄正式开业。他不知从哪听说了我果园被污染的事，开业那天特意派了个人送请帖过来。我们经理请您去观礼。我知道这是在羞辱我，但我去了，就站在人群最后面，看着西装革履的钱老板剪彩。这是全省最高端的温泉度假山庄，投资5个亿，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全国标杆。台下掌声雷动，县里领导、商会会长纷纷祝贺。那天山庄里摆了几10桌宴席，茅台、龙虾、鲍鱼，觥筹交错，热闹非凡。我站在角落里，表情平静的像一潭死水，没人注意到我，也没人知道我在看什么。我看的是山庄的外墙，那些用高档石材干挂的墙面，接缝处打满了透明的防水胶，防水胶里含有硫酸锌。他们的温泉池用的是镀锌管道，管道接口用的防锈漆里同样含有硫酸锌。整个山庄的每一处细节都在散发着只有岩蜂才能精确识别到的那个标记信号。我站在那里，心里没有恨，也没有快意。回到家，我把特制花粉的浓度提高了1倍，岩蜂们疯狂地采食着，他们的复眼里倒映着我的脸，那张脸平静而冷酷。翡翠湾度假山庄的生意确实好，开业头1个月，客房天天爆满，温泉区人满为患。钱老板在省城又开了2家分公司，赵经理也升了职，当了整个项目的副总。他们都以为好日子才刚刚开始，而我家的果园那10几棵枯死的荔枝树，连根都烂透了。7月的第1个周末，翡翠湾山庄迎来了一波客流高峰，停车场停满了奔驰、宝马、奥迪，温泉池里像下饺子一样全是人。下午3点左右，突然有人尖叫了一声，有蜜蜂！然后尖叫声此起彼。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了成千上万只黑色的蜜蜂，它们嗡嗡地盘旋在山庄上空，像一片移动的黑色云团。蜜蜂没有蜇人，但它们的行动非常奇怪，不往花丛里去，也不往食物上去，而是全部扑向建筑外墙、管道接头、温泉池壁，所有含有防水胶、防锈漆的地方，密密麻麻地覆盖了一层又一层。游客们吓得四散奔逃。奇怪的是，这些蜜蜂不蜇人，只是死死趴在墙上。有人报了警，有人打了消防，有人直接开着车。山庄的保安拿着灭火器去喷，但蜜蜂根本不为所动，死死盯在那些化学标记点上，怎么赶都赶不走。赵经理接到电话时，正在外面吃饭，火急火燎地赶回来，看到眼前的景象，脸都绿了。折腾半天，蜜蜂一只没少，杀虫剂倒把几个保安呛得直咳嗽。到天黑，蜂群才渐渐散去，留下一片狼藉的山庄。赵经理以为这就是个意外。第2天安排人把外墙冲洗干净，重新补了防水胶，结果第3天蜜蜂又来了，这回数量是上次的2倍。除了外墙上那些标记点，连室内都开始有蜜蜂钻进来。厨房的镀锌水管接口、卫生间的防锈地漏，到处都能看到3、5成群的黑色蜜蜂。客人们彻底慌了，快走！没有人愿意在一个蜜蜂成灾的地方度假。社交平台上也开始出现各种视频，一看就知道这地方有问题，连蜜蜂都受不了，要来找茬。我知道了。1周之内，从山庄的入住率100掉到了不足1成，损失超过500万。赵经理像热锅上的蚂蚁，请了省里的病虫害防治专家来干。您可来了啊！专家拿着仪器检测了一圈，指着墙缝里那些黑色的蜜蜂说：“这是野生岩蜂，非常稀有，按理说不会主动靠近人类建筑，它们这种行为应该是被某种化学信号吸引过来的。具体是什么信号，需要进一步化验。把这个送去做检测。”赵经理半信半疑，安排人采集了蜜蜂样本送去做检测。这边刚送走专家，那边又出了新问题，山庄里一个温泉池的管道突然爆了。快挖这里！
工人挖开地面一看，倒吸了一口凉气。管道周围全是密密麻麻的蜂巢，个连着一个，像一串串黑色的肿瘤，紧紧缠绕在管道的接口和阀门上。蜜蜂在这里筑巢了。这只是个开始，接下来的2个月里，山庄的所有地下管道陆续被蜂巢堵塞，空调冷凝管、热水循环管、排污管无一幸免。最严重的地方，蜂巢把管壁都撑裂了，维修工人苦不堪言，每次挖开都是触目惊心。消息终于传到了钱老板的耳朵里，这个项目是他的心血，投资了5个亿，现在开业不到半年，就成了全城的笑话。钱老板亲自从省城赶过来，带着一帮专家和技术顾问，站在遍布蜂巢的外墙下，脸色铁青。天哪，这规模！这是怎么回事？老板，专家说可能是野生蜂群异常迁徙，也有可能是施工材料有问题。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1个月之内给我想出解决办法，不然你就给我滚蛋！赵经理擦汗的手顿了顿，他想起那个种荔枝的年轻人，想起那车污泥，他向前拉住了一个工人。有没有养蜂高手能收服这些盐蜂啊？这种野生盐蜂怕火，可以用烟熏把它们赶走。哼！赵经理二话不说，再人拿着喷火器对着蜂巢一顿烧，点火，烧！结果不但没赶走蜜蜂，反而把外墙的防水层烧坏了，直接导致几间客房漏水。后来又有人建议用高浓度的农药熏蒸，赵经理花了20万，请了专业的消杀公司，用密封帐篷把整栋楼罩起来，往里面灌毒气，折腾了3天3夜。消杀公司拍着胸脯保证，一只苍蝇都不会上。那就好。结果帐篷一拆，第2天蜜蜂又来了，而且这一次数量比之前更多，像是全山的盐蜂都收到了信号，集结到了这里。火攻蜂群最蠢的办法，活下来的蜂只会更疯。赵经理彻底疯了，他实在想不通，自己到底得罪了哪路神仙。经理，我觉得这事儿有点邪门，你说这蜜蜂怎么就偏偏认中咱们这里了？我听说隔壁那个种荔枝的小子，他家就是养蜂的，而且他爷爷当年可是10里8乡最有名的养蜂人。第2天，赵经理带着几个工人来到我家果园，站在栅栏外面往里张望。我正在给果树修剪枝叶，听到动静抬起头，目光平静地迎上他。小伙子，最近忙啥呢？没忙啥，守着这片园子呗。你们家是不是也养蜂啊？养了几只不值钱的土蜂。赵经理盯着我看了很久，他们在果园里确实只看到几箱普通土蜂。走了。那些盐蜂养在后山一个隐秘的山洞里，平时根本不回果园，他什么也没发现。走之前甩下一句话：小子，你最好别让我查到什么，否则有你好果子吃。检测报告终于出来了，专家在蜜蜂体内和蜂巢样本中都发现了高浓度的硫酸锌残留，而这种硫酸锌正是翡翠湾山庄大量使用的防水材料里所含的成分。专家给出的结论是，盐蜂对这种硫酸锌产生了异常强烈的采集偏好，正好把整个山庄当成了一座持续散发信号的化学园。赵经理拿到报告的时候，脸色比吃了苍蝇还难看。他想起当初为了压缩成本，在防水材料上用的都是便宜货，这批材料的硫酸锌含量比国标高出一大截。预算控制一下。但钱老板让他控制预算，他想着反正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能省就省。结果呢，就是这批劣质材料释放出的化学信号，成了招来蜂群的罪魁祸首。这个消息不知道被谁捅了出去，县里的环保局、质监局、建设局一个接一个上门检查，查出翡翠湾山庄的建筑材料存在多处质量问题，防水、防火、防震都不达标，责令停业整改。钱老板在省里到处找关系疏通，但这次动静闹得太大，没人敢给他说情，他只能咬着牙认付，交了500多万的罚款，又追加了3000万的整改费用。可恶！而他自始至终都不知道，那群盐蜂的偏好并不是什么意外。我只是给他们指了一条路，真正留住他们的是他们自己的劣质材料。停业整改的那3个月，是我最安静的日子。每天早晨，我照常去果园，给剩余的荔枝树浇水、施肥、除虫。那些被污染枯死的树我没挖掉，就让它们立在原地，像一座座黑色的墓碑，提醒着我，在这个世界上，当你的拳头不够硬的时候，你就得用脑子。下午，我会去后山的山洞查看盐蜂的情况。那些小家伙已经发展到了40多项，分蜂速度比我预想的快得多。爷爷笔记里说，盐蜂的繁殖能力是普通蜜蜂的3倍，但需要充足的花粉供应。
我按照笔记上的方子，持续调配含有硫酸锌的花粉，让一代又一代的新蜂都对这种化学信号保持高度敏感。傍晚回到家，我给阿妈做饭。她最近身体好了一些，偶尔能到院子里坐坐，看着那片枯死的荔枝树，还是会叹气。3个月后，儿啊，那些蜜蜂真的能唬住咱家的地吗？阿妈，你放心。蜜蜂小是小，可他们认得谁糟蹋了他们的家，不管过了多久，都记得。翡翠湾山庄重新开业，这次他们把所有的防水材料、管道涂料全部换成了国标产品，花了大价钱做了全面翻新。赵经理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我们山庄已通过所有质量检测，欢迎大家回来。谢谢大家。新闻发布会的当天晚上，我再次来到后山的山洞，把最新一批特制花粉的浓度调高到了51000000。我在每一只蜂箱盖上轻轻拍了一下。去吧。第二天上午10点，翡翠湾山庄迎来了整改后的第一批客人。钱老板亲自站在门口迎接，笑容满面，春风得意。他以为这场噩梦终于结束了，可他不知道，噩梦才刚刚开始。欢迎欢迎！上午11点03分，第一只盐蜂落在了山庄大门的不锈钢旗杆上。接下来是第2只、第3只、第100只、3000只、10000只。黑色的蜂群从4面8方飞来，它们不再像上次那样只攻击防水材料，而是覆盖了山庄的每一寸建筑表面，门窗、护栏、空调外机、招牌灯箱，连停车场里的汽车都不放过。远远望去，整座山庄像是被泼了一层黑色的沥青。客人尖叫着四散而逃。几个人慌慌张张的挥手挡风，被碰了几下，事后发现连个像样的包都没留下。保安拿着灭火器疯狂喷洒，但蜂群根本不理会，死死扒在那些含有硫酸锌残留的表面上，怎么都不肯松开。没人注意到，蜜蜂最密集的墙缝里嵌着几节没换干净的旧管道。钱老板站在大堂的玻璃门后，看着外面的黑色风暴，两条腿像筛糠一样抖。他转过头看着赵经理，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不是说材料全换了吗？”赵经理的脸白得像一张纸。老板，我真的全换了，但是旧的管道和墙体里还有残留，我们不可能把整栋楼拆了重盖呀！钱老板闭上了眼睛，他什么都明白了。这栋楼从地基到屋顶，已经成了这群盐蜂的永久性目标。只要楼还在，蜜蜂就永远不会离开。当天下午，翡翠湾山庄再次宣布停业，这次是无限期。消息传开之后，整个县城都炸了锅。前项目存在的各类违规问题开始被逐一曝光。有人举报他当年拿地的时候行贿，有人爆出他用暴力手段强拆民房，还有人说他名下的其他项目都偷工减料，存在安全风险。记者们像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一窝蜂涌过来。被当地人称为“黑蜂事件”的这起离奇事件，目前仍没有得到合理解释。专家表示，这很可能是一起由建筑材料引发的生态事件，我们将持续关注。而此刻，我正站在自家果园的山坡上，远远看着那栋被蜂群覆盖的别墅式酒店。风吹过荔枝林，枯死的枝条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齐声哼唱一首关于报应的古老歌谣。风很冷，这一局没有赢家。我转身回到果园深处，从地窖里拿出爷爷那本养蜂笔记，翻开最后一页，上面有爷爷用红墨水写的一行字：蜂群从不主动攻击人，除非有人先碰了他们的巢。他们的记忆是一代代传下去的，只要认准了一个敌人，就永远都不会忘记。我合上笔记，把它紧紧贴在胸口前。钱老板的公司在8月宣布破产清算，山庄的资产被法院查封拍卖，但因为有严重的质量问题，加上蜂群肆虐的新闻闹得全国皆知，根本没有人敢接手，最后只能以废品价卖给了一家做建材回收的公司。拆除那天来了很多人围观，挖掘机一铲子下去，墙缝里忽地飞出一大群盐蜂，乌泱泱地绕着工地盘旋。工人们吓得扔下工具就跑，最后是浇了整整3天的水，才把蜂群暂时驱散，然后抓紧时间把建筑主体全部推倒。我站在人群里，看着那栋曾经象征着财富和权势的楼宇，在隆隆的轰鸣声中一点一点坍塌，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尘落下来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闪过一幕幕画面，这些画面最后汇成一个念头：我要的不是谁跪下来，是让这片地活过来。爷爷抱着我坐在蜂箱旁边。蜜蜂这玩意儿啊，平日里看着温顺，可你要是毁了它的巢，它连命都不要，也让你付出代价。阿妈站在枯死的荔枝树下，用颤抖的手摸着开裂的树皮，眼泪一滴一滴掉进泥土里。赵经理叼着烟斜眼看我，给你仨瓜俩枣的也不亏。
那时我被几个工人拉住，拳头攥出血都能去。这些画面一张张闪过，最后定格在那片被污泥淹没的树根上，树根发黑腐烂，像一只只被斩断的手臂。污泥里的化学药剂还在滋滋冒着泡，把最后一点生机都吞噬干净，灰尘散尽。翡翠湾山庄已经变成了一堆废墟。赵经理和钱老板站在不远处，两个人像被抽走了魂似的，呆呆地看着那堆残垣断壁。我没再多看他们一眼，转身往回走。走出人群的时候，有人认出了我，那个就是旁边种荔枝的。他家果园被翡翠湾的人糟蹋过。他没说话，但所有人都听懂了。人群自动给我让开了一条路，我一步一步走得很稳，走出工地，走上土坡，走进了那片20亩的荔枝林。林子里阳光透过树叶洒了一地碎金，抓起一把泥土放在鼻子下闻了闻，恶臭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翻泥土的清新气息。3年了，这片被毒害的土地终于开始自我修复了。我又想起了爷爷笔记里的那些话，土地是有记忆的，你往它里面倒了什么，它迟早会用自己的方式还给你。人也一样。当天晚上，我带着所有的岩蜂箱回到了山里，找到了当初那片断崖，那个岩蜂群最早栖息的地方。我打开一只只蜂箱，把里面的巢皮小心翼翼地取出来，重新固定在崖壁的石缝里。岩蜂们围绕着我嗡嗡地飞，像是一片黑色的星环。我对着那只最老的蜂后，谢谢你们帮了我，现在你们该回家了。蜂后在我的手背上停了片刻，然后用触角碰了碰我的手指，转身带着蜂群飞回了崖壁。它们一只接一只地钻进石缝，很快就消失在了山岩的深处，只有那低沉的嗡嗡声还久久回荡在山谷里。我对着那片崖壁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头也不回地下了山。但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我对着那片崖壁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头也不回地下了山。但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真正让我脊背发凉的秘密是在3个月后才被揭开的。那天，县文化馆的人突然找上门。你好，我们在整理地方志的时候，发现一段你爷爷的旧档案，想找你核实一下。档案是一份1953年的军事法庭判决书，被告的名字赫然写着我爷爷的名字。我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愣在原地。判决书上的内容是：1952年，爷爷在滇南服役期间，擅自使用特种生物武器攻击一名恶霸的住所，导致整栋建筑被蜂群摧毁。那恶霸身受重伤，爷爷被军事法庭判处了5年徒刑。原来，爷爷笔记里写的遇危难时可护家园，不是在战场上护国，而是守护他自己。当地有户人家想强占奶奶，屡次无理纠缠，对方强行欺辱奶奶，奶奶拼死抵抗，不幸摔伤，落下终身伤病。而在当时，因为没有实质的证据，只将那个恶霸关押了半年就放了出来。那本笔记不是什么民间智慧，是一份完整的生物战作战手册。爷爷在滇南服役时，是专门研究昆虫战的特种兵，他的任务就是用蜜蜂携带化学标记，标记敌军的弹药库和指挥所，引导轰炸机进行精准打击。只是他把这套战术用在了私人复仇上。文化馆的人说，当年这是在当地引起不小议论，不少乡邻都为爷爷说公道话，说那位团长作恶多端，死有余辜。但军法无情，爷爷最终还是坐了3年牢。出狱后，他带着瘫痪的奶奶回到了老家，用抚恤金买下这片荒坡，种起了荔枝，养起了蜜蜂。而那份蜂王信息素的配方，是他在离开部队时冒着被枪毙的风险偷偷抄下来的。文化馆的人走后，我独自在院子里坐了很久。我想起了很多细节。小时候，村里别的老人都喜欢跟孩子讲当兵的故事，只有爷爷从来不提。别人问他腿怎么伤的，他打鬼子打的。他只说是那些军功章，他从来不让别人碰。他教我怎么调配花粉浓度的时候，眼神里有一种特殊的光，那是一种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有的东西。我突然明白了，他为什么要留下那本笔记，不是因为他知道会有翡翠湾山庄，会有赵经理这种人，而是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公道是讨不回来的，有些账只能用另一种方式清算。他留给我的不是一群蜜蜂，是一场被中断的审判，是一份被压了半个世纪的公道，是一个庄稼人守护家园时最后的办法。第2年春天，我在那片枯死的荔枝树旁边种下了新的树苗，这回不只是荔枝，我按照爷爷笔记里记录的生态混种法，在荔枝树之间间种了龙眼、黄皮、杨桃，还有各种能固氮的豆科植物。土地被岩蜂的蜂巢和排泄物滋养了整整3年，有机质含量比以前还高。农业专家来测了之后都惊了，这片果园的土壤肥力已经超过了最高等级的生态农田标准，太神奇了。没有提那3年里发生的任何事，只是笑着递给专家一串新结的荔枝。尝尝吧，这片地有自己的脾气，知道该对谁好，该对谁狠。到了夏天，新种下的果树开始挂果了，虽然产量还不高，但果肉饱满，汁水丰沛，甜度惊人。送到县里的农产品展销会上，直接被几个高端水果商包圆了，价格是普通荔枝的3倍，订单多到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我雇了村里几个留守的妇女来帮忙，手把手教他们怎么修剪，怎么施肥，给他们开的工钱比镇上工厂还高。阿妈现在身体好多了，每天坐在院子里帮忙分拣谷子，脸上的褶子笑成了一朵菊花。你爷爷要是能看到今天就好了。他看得到的，他一定看得到。到了秋天，省电视台的农业频道来村里拍专题片，他们的编导听说我用岩蜂改良土壤的事，觉得特别有新闻价值。李大哥，我们了解到您之前用了一种很特别的方法，在山里放养野生岩蜂，用它们的粪便和蜂巢来改良被污染的土地。这个方法在全国都非常罕见，请问您是怎么想到的？不是什么特别的方法，就是祖辈传下来的一点老经验。我听说您家果园之前曾经被附近工地的废料污染过，损失很严重，后来那个工地也出了事，这是真的吗？过去的事儿我不想多说了，种好地
过好日子比什么都强。采访结束的时候，太阳正好照进果园，那些新结的荔枝红得像一束束的灯笼。节目播出之后，我的果园成了网红打卡地，订单从全国各地飞来。我成立了自己的水果品牌，名字就叫风回，商标图案是一只黑色的岩蜂，翅膀下护着一颗红彤彤的荔枝。品牌故事我写的很简单，3代人守护一片土地，一群蜂捍卫一种公道。我把爷爷那本养蜂笔记整理出版，书名就叫《蜂群的判决》，扉页上印着爷爷当年写下的那句话：蜂群从不主动攻击人，除非有人先碰了他们的巢。几年以后，翡翠湾山庄的废墟上长满了野草，再也没人去开发那块地。有人说那里的风水坏了，有人说钱老板欠的债太多，买的人怕惹晦气。而我之前雇的那些留守妇女，现在都成了我的合伙人。我出技术和种苗，他们出土地和人工，按照生态混种法一起种果树。站在合作社的会议室里，我对着墙上那张爷爷的黑白照片，在心里对爷爷说：爷爷，您说的当年保护不了的那些，我现在都能保护了。春节的时候，阿妈包了一大锅饺子，我们娘俩坐在新翻修的院子里，她吃着吃着，突然抹起了眼泪。妈，你怎么了？就是想起你爷爷了。他要是知道你干得这么好，当年被打断的那条腿，大概也不会觉得疼了。妈，咱家以后不会再让人欺负了。元宵节那天，我提着2盏红灯笼，独自去了后山，找到了那片岩蜂曾经栖息的断崖。石壁上已经看不到蜂巢的痕迹了，只有风吹过石缝时发出的呜呜声响，像是一首遥远的蜂鸣曲。我把红灯笼挂在岩壁旁的树枝上，点亮了里面的蜡烛，烛光在夜色中摇曳，照亮了半面石壁。我对着那片石壁慢慢弯下了腰，深深鞠了一躬。谢谢你们。山风吹过来吹过去，灯笼在风里晃了晃，像是一个无声的回忆。我直起身，转身下了山，脚下的路是新修的，铺着村里统一铺的石板，两边的太阳能路灯自动亮起来，把山路照得通明。我没有再回头。这些年我学会了一件事，人要往前走，土地要往深处扎根，而那些该清算的账，时间和自然从来不会算错一笔。回到家的时候，阿妈已经睡了。我轻手轻脚地推开卧室门，从枕头下面摸出那本养蜂笔记，翻到最后一页的空白处，拿起笔在爷爷写的那行红字下面，端端正正地加了一行蓝字：爷爷，土地记住了那些脏东西，蜂群记住了那些坏人，而我记住您的所有教诲。我会把这片果园传下去，一直传下去。然后我合上笔记，窗外万籁俱寂，只有远处果园里的风声，像千千万万只蜜蜂在轻轻振翅，守护着这片被洗净的土地，守护着属于庄稼人的朴素而坚硬的天灵。